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Python 的基本资料形态以及变数的概念。好，那在开始之前呢，大家应该有发现这个第一行绿绿的，不知道什么鬼东西嘛？它的结构呢是一个井字号，后面加上一串文字哦。那这一行的意思呢是 Python 的注解哦。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在课本上面做一些笔记嘛？那这个注解呢，就相当于程式码里面的笔记。OK， 那既然它是笔记，它是注解，就意味着它是写给我们人类看的哦，并不是写给电脑看的。所以当程式码在运行的时候啊，Python 看到这一行，它就会发现，这个是人类写的笔记，这是人类写的注解，它就会直接跳过去执行下面的程式码哦。所以呢，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笔记、我们的注解不会影响我们程式运行的结果。那我们这边直接运行看看。好，它印出了这4行嘛，这4行就是我们上面这4行嘛。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笔记这个注解删掉，我们再执行一次，我们会发现它还是印出这4行。OK， 那这就代表了我们的注解并不会对我们的运行结果产生影响。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再做一个注解好了，我们想要注解说这一行程式码会印出小白今年几岁，我们想要提醒会看到这份程式码的人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写一个井字号，然后呢后面加上我们想要注解的内容。假设我们写说下面的程式码会印出小白今年几岁。OK， 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注解哦。它这个注解呢是想要提醒会看到这份程式码的人呢，我们这一行会印出小白今年几岁。OK， 好，那我们这样子就介绍完了注解哦。那再来呢，我们正式进入基本资料形态。那其实我们的程式呢，就是在对一堆的资料去做运算跟处理哦。我们刚刚说了嘛，对一堆的资料，那我们的资料呢，也有分成很多种哦。今天呢，会介绍最基本的3种。好，那第一种呢，我们叫做字串。所谓的字串呢，就是存放纯文字的一种资料形态。那它的写法呢，是一对引号，然后里面包着我们要表达的纯文字哦，我们想要存放的纯文字哦。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存放小白你好这一段文字，那我们就可以用一对引号，然后里面写小白你好。那这样子呢，就可以表示一个字串的资料形态哦。好，那大家可以发现我这边用的引号是双引号。那其实呢，字串这个资料形态，我们也可以用单引号哦。这样子也是表达一个字串的意思，单引号跟双引号都可以。那我这边个人比较习惯用双引号，我往后的课程呢，也都会用双引号来表示一个字串。OK， 那字串呢，可以存放的像是一个人的名字啊，或是一段描述啊，或是一段介绍啊，等等等，只要是纯文字，就可以用字串这个资料形态来存放哦。好，那大家可以发现哦，我们这个 print 它里面，我们的 print 里面都是字串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发现这边是一个字串，这个也是字串，这个也是字串，因为它都有用这个引号包起来嘛，所以呢，我们下面印出来的东西呢都是字串哦。好，那再来呢，第二种资料形态叫做数字。
那就是大家想的那个数字没有错，1、2、3、4、5、6的那个数字哦。假设我们今天想要表达一个数字是70好了，那我们就直接写70，这样子哦，就是一个数字的资料形态。OK， 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表达一个人几岁好了，那假设那个人87岁，那我们就直接写87哦，这样子就可以表达一个数字。那我们不需要再做一个这个双引号把它包起来哦。如果我们这样包起来的话呢，这个87就会变成字串哦，它就不是数字了。OK， 好，那我们的数字呢，也可以是复数。假设我们想要表达的是负87，这样子也可以，我们就直接在前面加上一个负号就可以了。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表达的是一个人的身高，那假设他是 160.5 也可以，只要的这个数字呢，也可以表达有小数点的哦。那假设它是有小数点后面很多位也可以，那 160.5 这样子也可以。OK， 那这个是我们第二种资料形态，叫做数字。接下来呢，第三种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哦，它叫做布林值。OK， 那布林值这种资料形态呢，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哦，就是是或否哦。那是或否翻成英文呢，就是 true， 或者是 false， 否。OK， 那布林值这种资料形态呢，是在存放是或否嘛？那是或否会在哪里用到呢？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存放一个资料，那这个资料呢是表达说是不是男性好了。那假设小白今天是男性，那我们就可以存放一个 true 来表达小白是男性。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资料，它存放的是小白的身高有没有超过190公分好了。那假设小白187公分，那显然它没有超过190嘛，那我们就可以存放一个资料 false 来表达它没有超过190。OK， 那这个就是布林值哦，就是是或否，我们可以存放一个是或否的资料。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3个基本资料形态哦。那介绍完基本资料形态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变数哦。那变数呢，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容器哦，它是放着我们的资料的容器，它可以放任何的资料。那这个变数呢，这个容器呢，它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管理我们的资料。怎么说呢？我们等一下下面会举一个例子哦。那我这边先示范一下怎么样创建一个变数哦，怎么样创建一个容器哦。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创建一个变数，一个容器，它的名字呢叫做 name， 那我们就直接打 name name， 然后呢接着一个等于，然后在右边等于的右边呢，我们要接着一个资料。假设我们的资料是一个字串，然后是小白。那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段的意思哦，就是我们创建了一个变数，叫做 name。那我们刚刚说变数它是一个容器嘛，那我们把小白这个资料放到 name 这个变数里面，这个容器里面。OK， 我再讲一次，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创建了一个变数，也就是一个容器，它叫做 name。然后呢，我们把小白这个资料，这个字串放到这个容器里面。OK，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放别种资料。假设我们今天创建了另外一个容器，另外一个变数叫做 AGE。然后呢，我们里面放的是假设是小白的年纪好了，我们就直接写87。OK， 那这边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我们创建了一个变数
叫做 age， 那它是一个容器嘛，我们把87这个资料这个数字放到这个容器里面哦。好，那假设我们想要放的是布林值也可以。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变数是说 is male， 这个变数存放的呢是小白是不是男性哦？那今天小白是男性嘛，所以呢我们可以把 true 这个布林值这个资料放到这个变数这个容器里面去 ，OK？ 好，那我们这边已经大致上跟大家讲了怎么样去做一个变数的创建哦。那其实呢，我们这个变数的名称哦，它的命名是有规则的哦，不是说我们今天想要怎么命名就怎么命名哦。那我这边写一下，它的命名规则有2点。第一点，变数的名称只能是英文，那大小写都可以，英文的大小写或是数字，或是或是底线的组合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变数它只可以是英文或是数字或是底线的组合哦。意思就是说它不能出现一些奇怪的符号啦。那还有第2点哦，第2点是说变数的开头不可以是数字。好，那我们刚刚第1点已经说了嘛，我们已经限制它只能是英文字大小写或是数字或是底线的组合了嘛。那我们还有第2点哦，我们第2点再多一个限制，就是说它的开头不可以是数字哦。那我们这边示范一下，假设我们今天命名一个变数叫做前字号 NANE， 然后它一样里面放的是小白这个字串。那大家可以发现哦，这边已经变成红色的，没关系，我们执行看看哦。我们会发现这个 Python 它会很生气的告诉我们，他说他不知道我们在写什么，这个东西的命名是不合法的哦。OK， 那假设我们今天把这个开头写一个1好了，ename， 那我们一样哦，会看到这边又变成红色的哦，没关系，我们一样执行看看。我们会发现一样 ，Python 会说他看不懂你在写什么啊，他觉得这个命名方式是不合法的哦。OK， 那是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我们的开头不可以是数字。好，那假设我们把数字写在里面 ，NEANE， 那我们再执行看看，我们会发现它就成功的运行了。好，那这个是变数的命名的规则哦。那再来呢，我刚刚有说嘛，变数它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管理资料。那我这边就来举一个例子哦，我们下面会印出4行有关于小白的描述嘛，对不对？那我们已经把小白这个字串已经放到 name 这个变数里面了嘛，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下面哦，把它改成这样，我们把小白用变数来代替 ，OK， name 加 name 加，好，那这边这个加的意思呢，就是它会把这2个字串连在一起哦。我们这边 name 已经是小白了嘛，就相当于这样子哦。我们把 name 就替换过来，这边就相当于这样。我们写这个 name 就相当于这样，这样就相当于这样，这样就相当于这样。OK。那这2个字串做相加，就是2个字串会连在一起的意思哦。我们直接执行看看，我们会发现结果还是一样，有一个人叫小白，小白今年87岁，小白身高187，小白讨厌自己87岁。
好，那我们刚刚说了嘛，变数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管理我们的资料。怎么样个好管理法呢？假设今天小白这个人，他出去晒太阳，他晒一晒，发现自己变黑了，他就想，那我要改名叫小黑好了。那我们原本是这样写吗？那今天小白他说他要改名叫小黑，那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子，每一行去找？我们要去第一行找小白在哪，然后把它改成小黑，因为他改名了嘛。那第二行一样，我们要去找小白在哪，然后去把它改成小黑。第三行一样，小黑。我们要每一行去找小白在哪，然后去把它改成小黑，然后我们再执行，才印出小黑嘛，对不对？那假设我们今天用的是变数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假设是刚刚这个样子，假设是这样，我们用变数，等我一下哦。好，那假设我们今天用的是变数，我们就可以假设今天小白说他想要改名叫小黑，我们就直接在这个 name 这个变数这个地方，我们把小白改成小黑。OK， 那我们再执行一次就会发现下面都已经改成小黑了。OK。那这边不太清楚，我们觉得有点乱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下面做一个清理的动作，就是这个程式运行的结果做一个清理的动作。我们用 cls 这个指令，我们只要打 cls 这个指令按下去，它就可以帮我们清空因为我刚刚觉得很乱，有点看不太清楚，我们就可以把它清空。那我这边是 Windows 所以呢，我这边系统是 Windows， 所以我用 CLS。那如果你是 Mac 的话，要用 CLEAR。我写一下，清除指令 Windows CLS Mac CLEAR。OK。好，那再回到我们刚刚，我们再执行一次，会发现这边就变小黑了嘛？那大家再回想一下我们原本没有用变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今天小白改名成小黑，我们就要一行的去改？那假设我们今天程式码不是4行，我们程式码是1000行甚至10000行，你觉得你有可能这样去改吗？不可能嘛？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善用变数这个方法我们把它改成变数。那当我们今天小白想要改名的时候，改成小黑，我们就只要在上面这边改成小黑，那下面不管它是几行程式码，管它1000、10000行甚至这个100万行都一样，它就会把下面全部都改成小黑了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变数的威力它可以让我们更方便的去管理我们的资料。那变数呢，它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改变它里面的内容它里面存放的这个资料假设我们现在 name 里面是小黑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改变它里面放的资料，我们就直接在写 name 等于小绿，这样就可以了假设我们想要把 name 里面的东西改成放小绿，那我们就直接 name 等于小绿就可以了。然后印出来看看。先把这个都注解掉。那我们本来上面是这样写嘛 ，name 等于小黑，然后到下面我们把 name 改成小绿，然后我们直接印出来看看，就发现这个 name 变成小绿了。那如果我们还想要再改，我们再把 name 再改成小蓝，
那我们一样把它印出来看看。好，执行。你就发现它先印出小绿，再印出小蓝。那是因为我们本来的 name 里面放的是小绿，然后呢，我们把它改了，我们把里面的东西改成小蓝，然后再印出来一次，那就会变成小绿、小蓝。好，那我们下面做个清理 ，CLS。那假设我们想要改成一个数字好了，50，那我们再把它印出来看看，再执行。它就小绿、小蓝50，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又把 name 改成50。那如果我们想要改成布林值的话，也可以。那我们一样印出来，好，执行，好，就发现了小绿、小蓝50 true。OK， 我们的变数是可以随时的随地去改变它里面的内容哦。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堂课的内容。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基本资料形态跟变数，还有我们的这个注解哦。好，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